嫁给权臣顾寒后，我成了京城最贪财的正室夫人，府里人人都这样说我。王爷，他住进来可以，给我一锭金子。苏婉，你除了要钱，还会什么？一锭金，谢王爷赏赐。顾寒骂我俗气，眼里只有钱。今天更是为了柳青青腹中的孩子，要废我的正室之位。这是最后一锭。王爷，姐姐她不是故意的，姐姐你别怪王爷，她也是为了孩子。你别怕，有我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不是他天生冷漠，只是他的温柔从来都不属于我。苏婉，签了他。第20锭金子。姐姐，你别生气，好不好？我用手指轻轻摩挲金锭上刻着的官文，心里忽然一片空白。20满了。拿着金子，滚出府去！好。我转身走向梳妆台，打开角落那个紫檀木的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19锭金子，每一锭都沉甸甸的，每一锭都是一次失望。感受着手下的冰凉，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些金子的由来。新婚夜那晚，我坐在床沿，风冠压得脖子生疼，嫁衣一层一层裹着我的期待。这时门被推开，可进来的不是顾寒。夫人，王爷吩咐今晚歇在书房。书房？今日不是新婚夜吗？王爷公务繁忙，夫人早些歇息。门被关上，风一吹，烛火晃了一下，屋子忽然安静的可怕。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已经嫁给了顾寒，我就不能失态。我不能失态，我是正室，是顾寒明媒正娶的夫人，就算被冷落，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夫人，我给王爷送早膳，你去通传一声。是。门开了，顾寒坐在案后，眉眼冷淡。有事？我把食盒放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昨夜王爷歇在书房吗？可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苏婉，你我成婚是父母之命，并非情投意合。我不习惯与人同眠。原来如此，是我唐突了。王爷，我心里不舒坦。那是你的事。我想讨个赏。赏？一锭金子就好。他竟然真的只要钱？荒唐！苏婉，你可真俗气，张口闭口只有钱。我脸上的笑意差点维持不住。是我俗，可俗人也会疼。以后别拿这种事来烦我。谢王爷赏赐。出去。这是第1锭金子。第2次是他生辰那日，小厨房里热气腾腾。夫人，这些让厨娘做就好，何必亲自动手？他不爱吃外头做的。这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傍晚时分，我把长寿面盛进碗里，盖好放在小炉上温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我坐在桌前等。窗外风声渐起，我抬头看了眼漏客，已经很晚了。门外终于传来脚步声，我心口一紧，下意识站起身。可进来的还是顾寒身边的小厮。夫人，王爷回来了。王爷陪柳姑娘去赏雪了。赏雪啊？是柳姑娘说今年雪景难得，王爷便陪她出府了。知道了，你下去吧。门一关上，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我端起那碗长寿面，转身进了里屋，把面碗放在桌上，揭开盖子。原来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还真是可笑。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尝了一口，已经凉了。原来所有的期待都已冰冷。第2天清晨，顾寒回来得很早，我已经收拾妥当，在厅里等他。有事？有。说。王爷，昨日生辰，我给你做了长寿面。我知道。你知道？下人说了，没来得及吃，下次吧。没有下次了。
我心里不舒坦，给我一锭金子吧。苏婉，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伸手，我就该给？我没觉得你该，我只是照约定来。约定？我什么时候跟你约定过这种事？一锭金子。你知不知道柳青青昨夜身子不适，我陪她赏雪，是怕她闷着。你一个正室，连这点体面都没有。是我不懂事。他从袖中取出一锭金子，递到我面前。拿着，没事就退下去吧。谢王爷赏赐。顾寒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你这是要去陪别人了吧？第3次，是我爹送了我一匹宝马。小姐，这宝马神骏非凡，您可真是好眼光。没过多久，顾寒就来了。那匹马是你父亲送的？是。柳家兄长近日要进京，正缺一匹好马。然后呢？你把马卖给我，价钱我会给你。像是怕我纠缠。卖。反正你也用不上。那句话轻描淡写，却扎得人发疼。可以。你同意？王爷要给我3锭金子。3锭？苏婉，你胃口倒是不小。这是我爹送我的，他值这个价。你除了钱，还会看重别的？难怪满府都说你贪财。要还是不要？真是俗不可耐。去取金子。 3锭拿好，别说我亏待你。谢王爷。跟我走。心里忽然空了一块。我低头看着手里的3锭金子，他不知道，我每一次都会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不是要钱，是算账，但这点情分还剩多少？够了，到此为止。我合上箱盖锁好。顾寒的眉头皱得更紧更深了些。本王给你的赏赐远不止这些。你的嫁妆和这些年本王赏你的珠宝，你……王爷赏的我都收下了，现在两清了。说完，我从装匣最深处取出一枚沉甸甸的物件，我捧着它走到顾寒面前，双手奉上。顾寒看着我，猛地伸手一把夺过那枚金印，然后反手就塞给了身后的本王。收好。我不再看他，也不再看那梨花带雨的柳青青，转身抱起我的紫檀木箱，与顾寒擦肩而过。那扇朱红色的殿门在我身后缓缓关闭，门合上的那一刻，我在心里说，终于结束了。我曾经无数次想过，要如何才能让你爱上我。后来我才明白，这一世就到这儿吧。在通往侧门的必经之路上，王府的老管家拦住了我。此刻他脸上满是为难与不忍。王妃，不，小姐请留步。王爷有令，除了您带来的嫁妆，王府之物一针一线都不能带走。管家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他身后2个家丁捧着一份长长的清单看着我。我接过那份清单，扫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原来都记着呢。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我的金子。姐姐，何必如此赌气呢？他走过来，故作好心的捡起地上的清单。王爷不是这个意思，这些首饰你戴着都很好看，留着吧，也算是个念想。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想碰我手腕上的玉镯，那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别碰它！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心口传来一阵尖锐到极致的刺痛。青青，青青，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孩子？我没事，王爷，不怪姐姐，是我自己不小心。你就这么恶毒？他怀着孕你也下得去手？缓缓蹲下身，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一片一片的将地上的碎玉捡起来。锋利的边缘划破了我的指尖，渗出殷红的血珠。
可我感觉不到疼。王爷说的对，是我恶毒。说完，随后抱着我的金子转身，一步步走向内扇，象征着自由的侧门。身后是顾寒错愕的沉默和柳青青藏在眼底的得意。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我走出王府侧门的那一刻，天空忽然阴沉下来，豆大的雨点毫无征兆地洒落，瞬间浸透了我单薄的衣衫。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发梢滴落，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没有回头，也无需回头，但我能感觉到有一道目光正从王府高高的楼阁之上冷冷地注视着我。顾寒站在巨大的落地窗边，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个在雨中蹒跚远去的纤弱身影。王爷，外面凉，当心着了风寒。顾寒没有动，也没有回头，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抹青色的身影，直到他彻底消失在雨幕的尽头。我走后，顾寒下令即刻封存我居住的司婉轩。他坐在书房的主位上，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苏婉那个贪财的女人既然走了，我倒要看看她到底为自己攒下了多少家丁。去把前王妃的嫁妆箱子全部打开清点入库。半个时辰后，王爷，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前王妃的嫁妆全是假的！你说什么？他大步流星赶往库房。此刻，库房大门敞开，几十个名贵的金丝楠木大箱被一一打开。顾寒走上前，随手打开一个标着南海明珠的箱子。那不过是一堆鱼目混珠的死珠子，哪里是什么南海明珠？他又打开一个标着千年人参的箱子，里面哪有什么千年人参，分明是几根晒干的白萝卜。所有价值连城的珍宝全都不翼而飞，剩下的全都是些做得惟妙惟肖却一文不值的赝品。原来这些年他早就在用赝品，他将真正的嫁妆一件一件悄无声息的全部转移了出去了。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他自以为掌控在手心的女人，其实是一团他从未看清过的迷雾。顾寒动用了摄政王府所有的势力，几乎把整个大周的都城翻了个底朝天。然而，我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顾寒变得越来越暴躁，王府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下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一点声响就引来王爷的雷霆之怒。柳青青的撒娇示好，甚至只是安静的待着，都会引来他极度的不耐。滚出去！与此同时，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上悄然开了一家顶级绣坊，名为绣真阁。这一世，我不再是笼中雀，而是绣阁主人。王爷，妾身想为我们未出世的孩子求一件绣真阁的襁褓。听闻绣真阁的绣品有祥瑞之气，能保孩子一生平安顺遂，那也是无上的荣耀呢。看着柳青青期盼的眼神和她腹中的孩子，她耐着性子应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她亲自带着厚礼前往绣真阁。王爷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只是我家阁主从不见外客，还望王爷海涵。不过王爷的面子，小店不能不给。王爷请内堂稍坐，小的去请示一番。接着顾寒被请到一间雅致的内堂，查上了3巡，屏风后依旧毫无动静。顾寒的耐心渐渐耗尽。这一针走错了，凤尾当用七彩金线由深到浅层层过渡，而不是用单一的赤金，否则便失了灵动，显得匠气十足，俗不可易。是你？屏风后的声音顿了一下，随即屏风被人缓缓拉开。这位客人，您要为腹中胎儿定制绣品，不知您出得起什么价钱？苏婉，他大步上前，伸出手就想来抓我的手腕。我没有动，但我身侧一直静立着的2名黑衣护卫却上前一步挡在了他的面前，我则顺势后退了半步，与他拉开了一个安全而疏远的距离。放肆！你们敢对本王动手！王爷，这里是绣真阁，不是摄政王府。好一个绣真阁！你花了本王多少钱开的？现在立刻跟本王回去，之前的事本王可以既往不咎。王爷，您错了，开绣真阁的钱是我卖掉苏国公府的嫁妆换来的，与你没有1文钱的关系。
我朝身边的侍女使了个眼色，侍女很快捧来了那个我不曾离身的紫檀木箱。至于你给我的那20锭金子，我一文没动。那一刻，看着这原封不动的金子，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它们的含义。那不是我贪婪的证明，那是他一次次羞辱我、伤害我的罪证。苏安，你要什么？金子、珠宝、地位，只要你回来，本王都可以给你，比现在多100倍、1000倍。我想要的东西，你给不起。我且问你，摄政王殿下，你的爱值几锭金？顾寒被我问得哑口无言，眼中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悔恨与痛苦。顾寒狼狈地离开了袖珍阁，他没有再试图用强，但他没有放弃。从那天起，他开始用各种方式骚扰我。他包下了袖珍阁对面最好的酒楼望月楼的2楼雅间，每天从袖珍阁开门到关门，他就坐在窗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送来无数的奇珍异宝，但他们都被我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连同那些写满了忏悔与思念的信签，我一封都未曾打开。我的冷漠与决绝让顾寒越发疯狂，也让摄政王府里的柳青青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开始变本加厉的安胎，今天说心口疼，明天说腿抽筋，用尽各种方法试图将顾寒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自己和腹中的孩子身上。然而他得到的只有顾寒越来越冷漠的眼神和不耐烦的呵斥。转机发生在一场宫宴上，太后怜惜柳青青有孕辛苦，特意宣了她入宫，并请了宫中经验最丰富的张太医为她请脉。恭喜太后，恭喜王爷！柳姑娘这一胎脉象沉稳有力，是个健康的皇孙。太后喜笑颜开，赏了张太医一个大大的金骡子。多谢太后赏赐，而且从这胎象来看，华丽而数，腹中胎儿怕是已经快足7个月了，想来再有2月便可瓜熟蒂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顾寒端着酒杯的手猛地一顿。4个月前，我醉酒那次是4个月前，4个月和7个月差了整整3个月。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疯狂滋生。他看向柳青青，柳青青的脸上闪过不易察觉的慌乱，但很快又被娇羞的笑容掩盖。宴席结束后，顾寒不动声色，但他看柳青青的眼神已经带上了审视与冰冷。去查柳青青进府前的一切，巨细无遗。调查的结果很快就送到了他的书案上，那薄薄的几页纸却重若千钧，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柳青青在入王府之前一直与他的师兄关系暧昧，往来密切。就在他入王府前半个月，有人曾看到他们2人一同出入城郊的一家客栈，3天3夜未曾出门。而那个所谓的师兄在柳青青入府后便拿了一大笔钱，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好的紫檀木桌案裂开了一道狰狞的口子，他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随即顾寒冲出书房，被马疯了一般的冲向袖珍阁。然而当他浑身湿透，双目赤红的冲到袖珍阁门口时，却被2名黑衣护卫冷酷地拦在了门外。滚开！他想硬闯，却被其中一人一掌推开，狼狈地跌坐在泥水里。袖珍阁2楼的窗户不知何时推开了一道缝，我站在窗后，冷眼看着他在门外发疯咆哮，最后无力地瘫坐在雨中。隔岸观火的滋味原来是这般不喜不悲。我只是觉得这出闹剧该结束了。顾寒如何处理柳青青和他腹中的那个孩子，我并不关心。我只从坊间得知，摄政王府的柳姑娘不慎小产，之后便被送去了城外的家庙静心休养。从此京城再无此人。手段不可谓不狠厉，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任何事情。他开始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试图赎罪。他耗费了巨大的代价，走遍了大江南北，请来了天下第一的金小手。他将我那只摔碎的玉镯碎片捧到金小手面前，许以万金，只求他能将其修复。金巧手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最终那只破碎的玉镯竟真的被修复得天衣无缝。顾寒捧着那个装着玉镯的锦盒，他来到了袖珍阁外。这一次他没有试图闯入，也没有咆哮，似有千言万语却在死寂中吞咽回去。他只是站在门口，安静地等着。从清晨到日暮，从晴天到雨夜，他就那么站着，不吃不喝，整整3天3夜。朱雀大街上的人都来看这个热闹，我的贴身侍女实在看不下去，推窗对着楼下那道狼狈的身影冷嘲热讽：“顾大人，您这是演给谁看呢？当初摔碎他的时候，您那股狠劲儿去哪儿了？现在找个巧匠拼凑起来，难不成还想让时间倒流？”我只想求他一个原谅的机会。原谅？
您求的是您的心安，不是我家夫人的原谅。您站在这儿，除了让京城百姓多了一段茶余饭后的谈资，除了让夫人更觉厌烦，还有什么意义？走吧，别脏了秀真阁的地界。第3天傍晚，我终于从秀真阁里走了出来。他看到我，那双布满血丝早已失去神采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踉跄着上前几步，在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周围响起一片道谢冷气的声音，他却恍若未闻。苏婉，我知道错了。你看，他修好了，他修好了，我们也能修好的，对不对？我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那个锦盒，打开，修复好的玉镯静静地躺在丝绒的内衬上。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写满期盼与悔恨的脸。顾寒，镜子破了，就算用金子粘起来，它也还是破，照出来的人影永远是扭曲的。人心死了，就再也活不过来了。他脸上的期待笑容一点点的僵硬消失。说完，我当着他的面松开了手，摔得粉身碎骨，再无修复的可能。顾寒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怔怔地看着满地的碎片，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魂魄与力气。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抱着我的账本走向了布庄的方向。碎玉事件成了压垮顾寒的又一根稻草。从那天起，他行事越发疯魔，他开始不理朝政，整日酗酒，将自己关在王府里。后来他派兵围了秀真阁，禁止任何人出入他的偏执，行为很快引起了朝堂的剧烈动荡，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弹劾他的奏折堆满了小皇帝的御案。就在此时，一直沉寂的苏国公府突然发力了。我的父亲苏国公联合了内阁首辅李阁老、兵部尚书张大人等几位元老重臣，在朝堂之上对顾寒正式发难。顾寒被从王府里请到了金銮殿上，他一身酒气，身形憔悴，听到这些指控却只是冷笑。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也敢在本王面前叫嚣？摄政王殿下，或许该看看这个。大周历327年秋，苏国公府嫡女苏婉变卖嫁妆南海夜明珠一对，悉数捐于北境，充作军饷。同年冬，苏婉变卖嫁妆前朝顾恺之真迹一幅，悉数购为棉衣，送往西境守军。大周历328年春，苏婉变卖。我爹的声音在金銮殿上清晰的回响，那本账册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我这3年来变卖所有嫁妆后所得巨款的全部去向。我爹早就知道我的计划，他没有阻止我，反而暗中配合我，为我铺平了所有的道路。王爷可知，这3年来，北境为何再无兵士哗变？西境为何能屡次击退蛮族骚扰？因为将士们有粮吃，有衣穿，他们知道京城里有人记挂着他们。话音刚落，手握重兵的北境大将军和西境大将军同时出令，跪倒在地。臣等接受过苏国公府与前王妃的大恩，今日臣等恳请陛下为天下计，罢黜摄政王，由苏国公辅政。直到现在，顾寒才知道我布的局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输了，在感情上我让他悔不当初，在权谋上我让他一败涂地。他站在金銮殿的中央，环顾四周，看到的尽是冷漠与疏离的眼神。他彻底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如今顾寒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他被罢黜了摄政王之位，收回了所有兵权，只保留了一个闲散王爷的虚名，被软禁在王府之中。我以为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没想到他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举动。那是一个深夜，秀真阁早已打烊，我正在灯下核对最后一笔账目。掌柜的，顾寒闯我府守卫，此刻就在阁外求见。我皱了皱眉，终究还是让人放他进来了。他独自一人走进了灯火通明的内堂，他手中捧着一个沉重的紫檀木匣子。他走到我面前，没有说话，只是将那个匣子放在了我面前的桌上，然后打开。匣子里面一边是代表着皇权至高无上的传国玉玺，另一边是曾经象征着他无上权力的摄政王印。苏婉，我不要这权势了，也不要这江山了，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你让苏国公，或者你们想要的任何人坐上那个位置，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回来好不好？以前是我错了，我把金子给你是在羞辱你，是在用钱衡量你。现在我把这天下给你，
这是我的聘礼。我看着桌上的玉玺和王印，没有去碰它们，只是端起手边的茶杯，轻轻吹了吹上面氤氲的热气。他看着我，眼中的光一点点的暗了下去。我放下茶杯，从宽大的袖中取出了一件东西，轻轻地放在了传国玉玺的旁边。那是一锭金子，这是第21锭金，前20锭是你一次次给我的失望，是我亲手埋葬爱情的墓碑，而这一锭是我给自己的心声。从我攒够20锭金，走出王府的那一刻起，我和你之间就已经两清了。顾寒，你和我从来就不是一路人。你爱权力，爱掌控，爱所有人都臣服于你的脚下，而我只想要自由。说完，我转身就走。苏婉，他伸出手，似乎想抓住什么，却只抓到了一片清冷的空气。我没有回头，一步一步走出了袖珍阁。今夜月色真好。那夜之后，顾寒彻底倒了，他被废黜了王爵，幽禁于他曾经的府邸。小皇帝在群臣辅佐下开始亲政，朝堂之上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袖珍阁的生意依旧红火，但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终点。我将袖珍阁的所有事务都交给了我最信任的掌柜，我将这些年赚得的利润一半留给店铺周转，一半交给了我父亲，让他继续用于边关的军需。然后我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行囊和那个装着21锭金子的木箱，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悄然离开了京城。我一路南下，小行夜宿。我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江南小镇停下了脚步。我在镇上最大的一家绸缎庄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正在指导绣娘们如何配色，如何走针。是林师傅，那个在我出嫁前，我父亲特意请来教我双面绣的师傅。他看到我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对我笑了笑。小姐，你来了，老爷说你总会来的。我在这里定居了下来，用带来的银两在小镇临河的地方买下了一座带院子的小房子。我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开了一家小小的绣坊。我将那20锭代表着失望的金子尽数熔了，并请镇上的银匠将它们打造成了各种小巧玲珑的首饰。姑娘，这可是足金的锭子，统共20枚，就这么全打成孩子的长命锁和脚铃，这得值多少绣坊的进项啊！你真不留点儿？老人家，沉在箱底的是重担，戴在孩子身上才是福气。这些金子以前沾了太多京城的血气，含义重，还是熔了换成这江南的笑声好。随后我就把它们都送给了镇上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而那第21锭，那锭刻着梨花的金子，我一直放在身边，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为何而来。江南的日子过得缓慢而安详。每日里，我教导几个有天分的学徒，闲暇时我便在院子里喝茶、看书、侍弄花草。我的心从未有过如此的平静与丰盈。京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少，我只知道小皇帝已经长大，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君主。我父亲也已告老还乡，在京郊过着含饴送孙的悠闲日子。至于顾寒，似乎再也无人提起。直到那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推开绣坊的门，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意，却在门口发现了一个蜷缩在台阶下的乞丐般的人。我本想绕过他，却在与他对视的那一刻停住了脚步。那双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是顾寒。我看着他，心中没有波澜。我转身关上了门，没有理他。从那天起，他就在我对面的小茶馆里盘踞了下来。有天我推开门，冷风钻进衣领，那个蜷缩的人影动了动，抬起头，我握着门阀的手指僵了一瞬，仅仅一瞬便恢复了平静。婉儿，是你吗？这位客人，这里是绣坊，若要讨饭或是寻人，出门左转3个巷口有善堂，莫要挡了客人的路。你竟连恨都不肯给我了吗？我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地拿过扫帚，清扫着台阶上的落叶。那20锭金子，你当真都送人了？那是王府的。顾先生记错了，那些不是金子，是买断，买断了我的痴心，也买断了摄政王府的恩怨。既然是买卖，银货两道后，东西归谁，如何处置，与前主何干？我以为你至少会留着他们，念着一点往日的情分。情分？我们之间有过情分吗？那天后，我依旧过着我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1个月。1个月后的一个雨夜，风雨大作，河水暴涨。苏婉，这世上的债我还不清了，若有来生，我定不叫你只爱金子。顾寒，没有来生了，这辈子你欠我的已经还了，剩下的是你欠你自己的。你跳或不跳，对我来说都只是这江南的一场雨罢了。师傅，您跟那疯子说什么呢？他在雨里站了半宿了。没什么，一个赌徒赌输了命，把最后的筹码留下了。那咱们还开门吗？开，
明天还有3匹真丝要绣，早些歇息吧。从此，世上再无权倾朝野的摄政王顾寒，也再无那个贪财的被废黜的王妃，只有一个在江南小镇为自己而活的苏婉。